长毛的，长毛的，大哥、五哥出事了！怎么了？四哥哎，赶快去看看吧！哎，咋回事？啊？哎，哥，你别这样行吗？哥，哎，哥，你别吓唬我呀，哥！长毛的，哎，张报道，老爸，咋回事啊？哎呀，老四啊，四哥，四哥，他头怎么了？自己撞的。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刚才他给亲姑娘去送饭，让人从屋里给撵出来了。这不前几天刚让媳妇儿从家里给撵出来吗？还临走时还指着鼻子骂土匪啊、汉奸的。哎，你说，连一个没过门的弟妹都为着弟弟想着去报仇，他一个亲哥哥心里听着多不是滋味啊！别说了，这老四一看到这姑娘，就会想起了他死去的兄弟，就会想起朝阳山的事儿。人同此情，情同此理，撂给谁都一样。这丫头有股倔劲儿，从骨子里恨日本人，恨汉奸。我看啊，得想想办法，先把她送回山里去。送回山里。哎呀，这么关着也不是一回事儿，总不能把姑娘关一辈子吧？送回山里，或许是最稳妥的办法了。这件事非常重要，就照你说的办，我尽快安排。好，咱们的西进纵队就在西峰山一带活动，找到戴副军长，把情况说明，他会想办法安排的。你放心吧。好。吴长报的，进来可好啊？刘长报，刘长报，请。刘长报，请。听说13省的事儿了吗？什么狗屎13省？老子就知道13样、13不靠什么的。哼。刘大长报，这话说回来，现在13省还没成啥气候。不过以后怎么样？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谁也不能包做天下一辈子。吴长报的，可不管怎么说，这红枪会有红枪会的地盘，让我智勇帮插上这么一杠子，不合适吧？这知道的呢，说是我为朋友两肋插刀；这要不知道的呢，这还不以为我刘志想图个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？刘大长报说哪里话？照理说呢，这点小事不应该麻烦你们。可是他今天敢在我红枪会的地盘上闹事，谁又敢保证他明天不找你智勇帮的麻烦呢？我就寻思，咱们兄弟一起铲除这个后患，也免得在三赵地区再出一个六亲不认、心狠手辣的六蛇帮来。那是啊。刘长报的，我听说你对4所房那块地方很感兴趣。哎，吴长报的，你听谁说我对4所房感兴趣呀？刘长报的心思，老弟还能不明白吗？兄弟，我现在人手不够，方方面面呢也照顾不到，要不，刘长报的带我打理打理怎么样？带你打理打理？打理打理。哎呀，咱们都是好弟兄嘛，那我就
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好使。好使。二张包子，酒后了啊！是礼啊！叶先生，兄弟有点要紧的事儿，想跟您请教一下。哎呀，太客气了，你我都是兄弟，有什么请教不请教的啊？来，走。不知道叶先生是否听说过有一伙号称13省的柳子？13省？没听说过。前些日子，有人在红枪会的地盘上闹事儿，还抢走了一个女人，吴彪咽不下这口气儿，就想联手我们来对付他们。我大哥拗不下这个面子，就暂且答应了。可我总觉得这事儿应该跟您叶先生打个招呼。首先呢，只要在我赵园地面上混的，都是我叶永年的兄弟，没有什么亲疏远近之分，我叶某人也不偏袒谁，至于你们和红枪会你们想干什么，想怎么干，那你们自己看着办啊。倒是有人在红枪会的地盘上闹事儿，叶某人也略有耳闻，像这种人给他们点教训，让他们长长见识，知道一下咱们赵园地面上的规矩，这真是好事啊！好不好？兄弟明白了，那就不打搅叶先生休息了。恕不远送啊！以后兄弟之间要常来常往，多到我这叶某人坐一坐。对，产家在，替我送二两包。官家留步，告退。老爷，这不就是他们说的那个13省，杜老板领来的那个耿三儿吗？他们可是拜山在前啊，这要是一个灭了一个，恐怕是够呛。我知道他们想争地盘儿，我只想让红枪会跟智勇帮的替我去摸摸13省的底儿。要是13省真的被他们灭了，那是他们活该，也省得爷我费心的去照顾他们。如果这13省真的有本事，那也好啊，正好他们几个山头相互的牵扯一下，也省得爷我添麻烦。爷，他们为了一个女人，能这么折腾，我看也不是什么正经的手。倒是这个女人，应该是个不一般的人，值得13省为她大打出手，替去查查。耿念君，你这个狗汉奸，有种你就杀了我！别激动，姑娘，没人要杀你。你不杀我，我也要杀你的。姑娘脚还疼吗？我从赵园城里给你定做了一双鞋，试试看合适不？少假惺惺的，还是留着钱给你自己买棺材吧。就算我杀不了你，也会有人来杀你的。跟着日本人当汉奸，就没有一个好下场的。姑娘家里还有啥人？你要干啥？有需要我照顾的，你就吱一声，不必客气啊。咱俩梁子归梁子，还是缘分也罢，总算是不打不相识。我见过的女人不少，可是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。我敬佩你的胆量。你少给我冒括号子。看来是话不投机了，那我就不说啥了。来人，上班了，把他给我绑了。耿念君，你要干什么？耿念君，吴教授心就是做鬼也放不了你。逃离！抬走，走，姑娘，委屈你了。
老师，老四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路上千万要小心，啥东西都可以丢，千万不能把亲姑娘给我丢了。我一定安全的把她送到老板那儿去。好，见了老板以后，把情况说清楚。哎，上路吧。好。哎，别跑啊！站住！哎，别跑啊！他娘的，大白天牵人家闺女，跟小鬼子有啥区别？我说呀，赶路要紧呐，避点是非。哎，别跑啊！不行，梁山好汉还讲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呢，何况是咱们了。你先走，我过去看看。老师，别闹事！老师。快走！快跑！四哥，兄弟，我来了！兔崽子，兔崽子，兔崽子！行了，别打了，你就是把自己打死了又有啥用呢？啊！长班了，这事都怨我，我要是听四哥的劝，就不会捅这么大娄子了。老师，这事儿不能怨你，他们这是道上常用的仙人跳，那女的一定也是他们一伙的，就是要引你们上钩。老四，老石啊是在山里头待着的人，对道上的许多事情都不很清楚。你可是在道上常跑动的，怎么连这个小伎俩也看不出来呢？大哥，这事不怨四哥，是我自己脑瓜太热，我忘了自己干啥的了。是谁干的？智勇帮。对，智勇帮干的。智勇帮？咱跟智勇帮没什么梁子，他们为啥要劫咱们的道？看这架势啊，他们早有准备。你们两个去找老五把伤治一治，有啥话完了再说。长班的，啥时候打智勇帮？我也去。打啥打呀？都让人打成这种茄子样了，还打？回去歇着吧。走，走。老大，根据他俩说的情况，智勇帮很有可能是在找事儿。一车货物劫也就劫了，问题是亲姑娘也落在他们的手里，万一要有个什么好歹，或者他说出什么来，事情就麻烦了。张报道，二哥，情况咋样？查清楚了，吴彪在六筹房栽了面儿，心里不服气，就想拉着智勇帮把咱们灭了。劫道一事只是个引子，恐怕以后
还会有别的事发生。就凭吴彪那点能耐，刘家兄弟能听他的调遣？吴彪答应把四错坊的地盘割让给智勇帮了，作为双方联手的条件，看样子来者不善啊。这事儿巴头老叔知道了？还不清楚呢。不管咋样，人咱先一定要救出来，先礼后兵，先谈，谈得来咱就谈，谈不拢咱就以武会友。哟，杜老板，3位雅座。刘大长帮，杜老板，你可是姗姗来迟啊！哎，里面请。请。掌门的，我瞅见耿三儿那小子了。几个人？就他一个。在哪儿？山神庙。走。走。没错，杜老板想要赎的人是在我老黑山上。是啊，堂堂的智勇帮，怎么会欺负一个弱小的女子呢？来，你开个价吧。慢子，我把货和人带到山上，也没说是绑票啊，也没想让你来赎票。我看呐，这桩买卖，咱们还是免谈吧啊！咱们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这次的事儿，是你们故意造成的。如果我猜的不错，那个所谓被糟蹋的姑娘，就是你们智勇帮找来的肉托。吴彪能给你多少好处啊？不就是四撮房那块巴掌大的地盘吗？你刘大长包的眼睛也太小了点吧？杜老板，知道的事儿还真不少啊。大长帮，咱们都是在道上混的，我劝你还是开个价，咱们哪儿说哪儿了，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。你的人出手打伤了我的弟兄，到现在还有几个卧床不起的呢。这口气，那是用钱能摆平的吗？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人，你只要把那2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交给我，我立马把那姑娘放了。我们要是不交呢？住嘴！老大谈话，啥时候轮到你插嘴了？交不交嘛，没关系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的忍耐只有3天，3天之内，你交人，我放人。如果超过期限，我就让那姑娘陪我弟兄们睡觉。我寨子里的弟兄并不多，也就8、900人。我要让他什么时候陪完了为止，怎么样？刘大长帮，不能再商量商量吗？杜老板，
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我智勇帮的人做事婆婆妈妈？长毛的，干净了。坐。小子，你胆子不小啊！有再一再二，没有再三再四，都到这时候了，你还敢在我红枪会的地盘上晃悠？咱俩是不是该把前面的账好好算算？我是来找女人的，你先把我的女人交出来，咱俩的账，我会陪你慢慢算。小子，我知道你有两下子，三脚猫的功夫也还可以，不过今天和前两次可不一样了。往外面看看，好好看看，看仔细了。你说的就是他们啊？怕了？是挺怕的。13星也没他妈什么了不起，前两次让你跑了，爷爷我心里正不痛快，这可是你自投罗网，怪不得我了啊！咱谈谈条件吧。条件简单呢，哎，他留下一条腿就可以走了吧？啊，是挺简单的。就算我答应了，你信得过我吗？信不信，咱得走着看。吴彪啊，吴彪啊，本来这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咱俩要是能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呢，兴许我就答应了。可耿三，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有人拿枪逼着我就范。你他妈装什么犊子啊！我们也已经够给你面子了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你就是再尿性，你还能一下子对付我们几十条枪呀？我去你娘的吧！我他妈现在就崩了你！呀！兄弟，别走了火啊！让你的人给我滚出去！滚！瞧那副德行，把门给我关上！快点儿！我说，兄弟，咱有话好好说。刘大长帮，大家都是在道上混的，你何必要把事做那么绝呢？杜老板，是你的人先整的事儿啊，我这也是堵路开路，见招拆招。明明是你们故意设套，挑衅滋事。姓杜的，谁敢说是我们故意设套啊？就算不是故意设套，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横行霸道，你还有理了你？哟，杜老板，我怎么听这位弟兄说话，他不像道上说的呀？刘大长帮啊，他说错什么了？这话我听着耳熟。去年我和抗联的人过了一遭，他们说的话，可和这位兄弟说的是一模一样啊。刘大长帮抬举我们了。我杜国文要是抗联的人，还用这么跟你费事吗？就算是在道上混的，也得讲个道义吧。难道只许你们为非作歹、恶行在前，就不许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吗？自古心同此情，情同此理。按大长包的意思，难道梁山108条好汉也都是抗联的人吗？杜老板，既然话不投机，我刘某告辞了。站住！干嘛？
这位兄弟还要动武吗？啊！姓刘的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哪怕你是金刚钻，老子也不是豆腐做的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这都给我老实点！哎呀，慢动手，慢动手！杜老板呐，这是干啥呀？大家都是兄弟嘛，有什么话好商量啊！二位英雄，我求你们把枪放下好不好？刘大长毛的是我的兄弟，你们就算给我个面子啊，算我的今天这桌。哎，杜老板，你老倒是说句话呀！你让他们把枪放下，我求你了。李掌柜求你了。甭求他们，我今儿栽在这小子手里，算他我倒霉。别去，朝这儿打！哎，别去！我刘振秀长相没头，我就是你养的。哎呀，大家都是兄弟，犯得上动刀动枪的吗？对呀，英明，对呀，英明，真英明啊！刘大长包，对不起了，是我的兄弟鲁莽。老九、老齐，把枪还给几位兄弟。姓杜的，你还是少跟我假仁假义。是爷们儿，你现在就打死我！你现在就打死我！把枪放下。买卖不成仁义在嘛，坐下来再谈谈。没什么好谈的，我还是那个意思，你把那2个小子给我交出来，我立马把那姑娘放了。咱们没第二个选择。没商量？我他妈没商量。那好，我也把话撂在头里，3天之内，你得好好把那个姑娘照顾好喽。如果谁要是敢对她有一点不敬，我就把老黑山踏成平地。掌柜的，哎，来了。结账。对呀，慢走。慢走。我说你们都是废物啊！啊！耶，老叔，你咋来了？彪子呢？庙里呢？他们几个人？一个。你说说你们啊，这吴浩山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。老叔，你不能进去，那小子把我枪给下来了。滚一边去！你俩下去。兄弟，我是巴托，你把门开开，咱俩好好聊聊。老人家，请吧。兄弟啊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，是吗？嗯，是吗？老人家，恕我眼拙，想不起来了。哦，这样，兴许是我认错人了。我呀，年事已高，老眼昏花了。今天没有好酒，没有好菜，只是我老汉一片诚心，啊！
都怪我的侄子得罪了你，在这里我替他向你赔个不是。老人家过奖了，都是在道上走动的人，火气难免大了一些，有些口舌拳脚之争也是难免的。常言说得好，不打不相识嘛。只要疙瘩解开了，以后还可以做朋友。都说鞋大装脚，心大装天。兄弟你谈吐得体，我心底里佩服佩服。四海之内皆兄弟嘛，我也不想跟红枪会结梁子。老人家，今天要是有对不住吴长包的地方，还望老人家多多的包涵。哎，不用客气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啊！啊！能和如雷贯耳的巴托老叔在一起喝酒，是我耿三儿的荣幸。老人家，我敬你一杯，先干为敬。晚辈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我知道，你是说被劫的事，这都怪我那个侄子啊！挑唆刘家兄弟劫了你的货，又抢了你的人。13省在赵园落脚，也是为了混口饭吃。如果有啥不懂规矩的地方，你尽管教训。不过，男人家顶天立地，谁愿意脚心长刺儿，眼里揉沙呢？我老汉能帮你做什么呢？你不用帮，啥也不做，你就是在帮我。我明白了。对。兄弟啊，以后你有啥事儿，就到家来找我啊。小母，我要在娘家，我从没得过这样的病哎。年华2月冬呀，不敢和大伙说呀，恐怕是我说出了口，省得大家笑话我呀。哎，哥，照你这么说，这帮人还真挺厉害，能轻而易举地把我的枪下了。有这种身手的人，在咱们3赵一带，还真就没几个。你敢肯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们？除了那个杜国文，那2个小子，我还真就从来没见过。这就有点奇怪了。六蛇帮稀里糊涂的刚给人灭了，这赵元城外又突然冒出些个硬茬子，这以后有热闹看了。你是说，这帮小子是来跟咱们争地盘的？说不定六蛇帮也是会在他们手里。3天，谁知道3天会出啥事呢？要是青姑娘无意中说出啥事呢？要是志勇帮把她糟蹋了呢？要是他们把青姑娘交给日本人呢？老四，您能不能冷静点？你激动啥呀？你可以不激动，可我孙大车做不到。那你说咋办？咋办？咱们马上去老黑山救人。老四，你比老师更了解赵园一带的情况，你自己说说，咱们现在去老黑山去救人，你有多大的胜算？我不知道，那就把我绑了，把青姑娘换回来。我看你真是个猪脑子。我猪脑子，你才猪脑子呢！你说啥？你说啥？闭嘴！你们不去救人是不是？我自己去，救不出来呀，我把脑袋留给志勇帮。你给我站住！孙大车，我告诉你，进庙归庙，进山归山。你现在是13省的人，由不得你的性子。
这戏呀，要慢慢看，你才能看出门道；酒要慢慢的品，你才能品出味道。啊，有些事儿啊，万万急不得的。老爷，你说这个13行刚一出道，就把红枪会和智勇帮给搅和起来了。你说，万一这赵原地区搞乱了，皇军怪罪下来，那咱们可咋办呢？乱了好啊！天下乱，圣人出。再乱能乱出我的手掌心啊？老爷，那万一呢？哎呀，哪有那么多万一10000的？只要这抗联和柳子都在，那就有咱们的饭吃。要抗联柳子都完了，还要咱们干什么呀？张包子，你看，智勇帮这个山寨就这一条路，会有办法的。这秦姑娘已经抓进1天多了，也不知道她现在情况咋样。咱长包的啥时候关心起这姑娘来了？啊？关心咋了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兄弟们整天在山里打转转，这日子久了，你说这能不想女人的事儿吗？啊？是啊，都是些光棍跑腿子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你这回啊，还真得和这个姑娘好上不可，不然的话，叶永年他们那些人可就得怀疑了。哎，去。你在这活了粪干啥呢？四哥，你猜？沤肥呀？不是，哎，四哥，你参加抗联多长时间了呀？整整4年了，老抗联老革命了，咋的了？你来多长时间了？我的年头呢，肯定没有你的时间长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你作为一个老革命来说吧，还有很多事情不知道，你得好好跟我学学呀。跟你学啊？学啥呀？你猜这里面是什么呀？粪呢？不是，是炸药。你唬谁呢你？谁唬你啊？这大粪里边啊，可以提取一种化学元素，叫硝。硝谁？我这个硝不是那个什么硝谁，我说的是硝烟的硝，知道吧？哎，说也跟你说不清楚，就是说这个大粪里边啊，可以从这里边提取一种东西，这个东西呢，就是做炸药的原料了。谁信呢？你不信啊？不信咱们就试试。快跑！怎么样？厉害吧？这回呀，我信了，我信了13弟，靠这个就能救出秦姑娘。可惜啊，我现在没什么设备，这炸弹威力还不够大。不过吓唬人那是够了。够厉害了，炸不死人呐，也能熏死人。猪肉来，猪肉来，猪肉来，是他吗？没错，就是他。二爷，我们可以下手了吗？先别动他，让他接着卖他的肉。他不能一天到晚都在肉摊上待着吧？书得归洞，鸟得归巢，他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吧？多加几双眼睛盯着点儿，看看他住哪儿，都和什么人接触。前槽后球，五花里脊来，猪肉来，
杜老板当心点。新鲜的猪肉。爷，你看，杜老板。杜老板，常大仙儿，他们也是一伙的。按理说不会，常大仙这人一向是独来独往，靠卖嘴皮子挣钱，谁给他钱，他就给谁干活。酒喝的是高粱水啊，醉人先醉两条腿。常大仙儿，你给我站住！那个干什么呀？我走我的路，你拽我干什么呀？拉我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呀你？你欠我的酒钱，啥时候还呢？老子上次不是给了你了吗？你给我那俩钱儿还不够还我欠的零头呢。今天你把账给我结清了，知道不？不就俩酒钱吗？老子又不是还不起你。告诉你说，老子现在还有点事儿，等我把事办完了就来还你这账。哎呀，这不行！干嘛呀你？你小子赖账的本事比算命的本事还高呢，鬼才信你话呢。你不信我，你该信杜老板吧？啊！老子现在替杜老板办事儿，人命关天。这样，办完了事儿，别说给你结俩臭酒钱了，我告诉你，老子打算把你的酒楼都买下来，你信不？耶！满大街的牛啊，都让你给吹死了，还杜老板？杜老板能用你这混蛋玩意儿？过不了多少天，我他妈就发财了，你知道不？呸！我告诉你，你这套我不吃。今天把账结了，你走人；不结账，警察署见，知道不？你给我住手！常大仙，什么住手？你们俩吵什么吵？杜老板，你里边请，里边宽敞。不做生意了。常大仙，让你办事你怎么不去？在这磨蹭什么？他欠着我的账。收手！欠你多少？都在这儿，您过目。不看了，都记在我的账上吧。无底洞啊，你永远填不满。以后常大仙的账就记在我的身上了。谢谢杜老板，谢谢杜老板。常大仙，哎，你赶快去办事，耽误了我的事儿，要你的命。知道了。好啊，掌柜的，来壶酒，要好的。掌柜的，来的不是刘老大，是刘老二，没带几个人，好像是来探虚实的。看来这个刘老二啊，比刘老大聪明。可不呗，这刘老二办事谨慎，不像刘老大那么鲁莽。这小子比刘老大可歹毒，抓人都笑眯眯的，笑面虎。咱就喜欢跟这样的人打交道。哎，告诉二哥，该他出马了。哎，知道了。